Hello，大家好，我是乐乐。今天我们的节目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哦。我们也请来了一位朋友来跟我们做访谈，他呢也算是一位设计师吧。我们平时是设计网站应用，而他呢是设计的投资组合方案。欢迎来自德国的理财顾问财姑娘。财姑娘，请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大家好，我是财姑娘，我是德国的 financial advisor， 德国理财顾问。我呢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专业是经济工程，毕业以后曾经在德国的咨询公司做项目经理，还有国际 M&A。因为在实践中呢，我非常对个人和家庭投资创业兴趣不断增长，而且很多圈子内的朋友们经常向我寻求咨询和建议。我决定自己创业，做个人和家庭理财小企业创业咨询运营。我们计划呢录好几期视频，分开许多话题。今天我们就会从刚刚我提到的股票开始聊起。这个话题非常的火热。我们这几年一直有在投资一些股票和基金，在熔断之前非常聪明的把整个账户给清仓了，想着我们要抄底，结果看到它熔断不停的往下崩，又看了那个罗伯特清崎就是 Robert Kiyosaki 的那个视频，完了，这个大萧条的节奏我们怕了。大概是5月份左右我们才重新入市。从你们的这种介绍里，我能理解，就是你们的投资风格呢是相对的谨慎，而且你们是想抓住底部，但是任何人都不能 time the market。你能在3月份活久见之前把你的股票一键清仓，我可以说有巧合的成分，也反映了你们并不贪婪。但是呢，就是4月份、5月份的时候呢，也是错过了一些机会。但是呢，这去年5到6月份去采取右侧建仓的话，我觉得总体上的策略是没问题的。我建议就是清仓了以后，你可以尽量的从小仓位去进行一下定投，因为定投的话，它可以让你规避这种就是你不知道哪里是底的风险，也许是2到3个月以后才是底。今天我们的股票也经历过，特别是科技股也经历过巨大的调整，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时势跟去年的活久见是非常不一样。因为去年的活久见的最大的催化剂是新冠疫情，还有大家对这种未知病毒还有未知的这种经济前景的恐慌。我是有一个指标是我推荐你们去观察市场情绪的，我认为是比较靠谱的指标，它英文叫Fear Greed Index， 叫恐慌和贪婪指数。去年3月底就跌到最底部的时候，它的那个指数只有1。但是今年就算是现在科技股，你知道 Nasdaq 已经调整了大概15%，但是呢它还是处于中性，前一周还算是贪婪的。所以我能告诉你，现在我们这个处在还不是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先持有一定量的现金，然后看时机进行一些短线和中线的一些操作。但是长线的话，我们得想好，当股票跌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要加仓哪几只股才符合你长线的这种策略安排。因为目前就是疫情通过疫苗，大家都意料到经济会复苏。为什么美国10年的国债收益率最近涨了这么多？因为大家对市场的这种加息预期，因为通货膨胀的话 Fed 只能去调控，国债的收益率就代表了无风险的这种投资收益，所以会吸引很多这种比如说养老金那些机构主权基金这样的一些大机构资本的流动，所以就导致之前相对高估值的这种科技股是受压的。但是总体上的话，我个人是相信技术发展的趋势，我觉得 productivity come first。 我是长远的持有者，10年以后我觉得我现在的科技股相对还是很便宜的，但是我是有短线、中线和长线的配置策略，就是各自需要一些现金，然后我现在的策略是我要保持一定的现金流。然后刚才说到短线、长线然后我又想讲一讲我们的经历。我是在5块钱的时候买过那个 NIO 未来汽车，然后它就一路跌到了大概1点多美金几乎就是要退市的那个样子了，就看着特别惨，但是我没有动它。
然后一直到涨回到5块，5块又到了7块的时候，然后人人就说：“哎呀，赶紧卖了，不然又跌回去怎么办呀？”然后就卖了嘛。我们也知道了，假如我不卖的话，就可能10倍，是不是？我们就是应该长线的，我们做了短线。这种其实 NIO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妖股，因为它 IPO 以后是涨了这么多，然后你知道NIO 的话，它是中国的资本推动的，作为中国人我们是了解国情的。NIO 的话，有些人就说因为它是国资推动的，所以它不会破产。然后我有认识的一个群友，他就在1点多欧的时候他是怕的，但是他怕的时候他还是去抄底，对他来讲只要他不破产，这个风险是可以 cover 掉。从这个底部去捞的话，他的那个投资回报他相信是 OK 的。但是我认识的这个人，他居然能 hold 到6倍，1点多涨回到6到7的时候，他觉得 NIO 就是值这个钱，所以他就卖掉了。但是之后 NIO 一直飙到50多的时候，但是他没有表示他的这种最大的后悔，因为这是他的止盈策略。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都有适合他自己心理还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这种策略和价位。所以你要坚持你的这种信仰。你对 NIO 为什么你会抛掉，就证明了其实刚开始你对他是没有信心的。你不要看别人怎么去操作，因为适合你的才是最优化的策略。你要不断的总结，从失误中你可以获取成功的经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哪些股票你会长期持有？然后它大概什么比重？我首先说一下我主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会把我的资金分成短线、中线和长线。对于我来说，短线并不是1天，因为1天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短了，我不大喜欢做 day trade。我能做的就是短线是1到2周，甚至是1个月，在我看来也是我的短线。那中线的话，我一般是持有1到2年，长线的话我是持有3到 X 年。为什么我说 X 年呢？就是说那些股是已经翻倍了，我认为它可以再翻3到4倍，我认为我靠着它可以提早退休。所以有一些长线的股我倒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也是不抛，但是呢我会尽量的，如果有现金流的话，我的长线会加一点仓，相当于我的长线是我的定投，一直不卖，但是前提是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如果是遇到 Y 卡这样的股票的话，我的建议还是要及时止损，因为我自己个人以前把 Y 卡也作为一个中线股，甚至是想把它作为长线股来看待。但是你知道去年经历过破产这个风波，我的 Y 卡真的是从浮盈65%跌到归零，对吧？我接受我的这个损失。但是我觉得像 Y 卡这种股的话，我检讨自己，其实当时Y 卡的 PR 包括国际的，就是 Financial Times， 就是英国的这种媒体，还有一些做空 Y 卡的人，把他的观点说出来，把他的数据，把他的这种报道挖出来。其实当时我如果就是从中立的角度，并不是爱上这个股票以后再去看那些空头的观点，再去听不同的声音。所以我自己检讨自己的话，就是其实刚开始我就应该止盈，不是说60%一定要卖，但是我至少要卖一半，对吧？去把我的本金拿回来，我去不担心它的这个坠落式的这种大跌会影响到我的这种现金流。总体上，因为我的组合里面有其他涨得很好的股，盈利是可以 cover 掉我 Y 卡的损失。这样的话也更坚定了我这种分开不同的短中长线布局，然后把现金流保持到一定程度啊。财姑娘，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哦，最近呢我们投机买了一个中概股，它本来呢已经翻倍了，然后有一天就来了一个做空报告，它就1天之内从我们的应该是正140%跌到了负2%。然后再过了几天，它起起伏伏，一直到后来是大概负30%的时候啊，我们就割肉了。这个就是一行。你怎么会看待这种很妖的中概股？首先呢，就是中概股就是现在太多了，特别是那种小中型的都想到美国市场赶快换美金。其实中概股的背后很多都是国内的资本在操作的，它很多都是 IPO， 因为你知道现在华人背景的券商
包括炒美股的这种雪球、雪盈什么的，还有老虎、富途这样的券商，他都会组织他们有资本的小韭菜去做 IPO 的认购。然后 IPO 的认购的话，他们主要先推的就是这种中概股的 IPO， 所以你会看到一般中概股上来美股市场去割韭菜，它第一波割的会很高。就是我们能想象，就是从美股，比如说巴菲特投资的这种 Snowflake 这样的大企业，它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盈利，就是它的这种业绩都非常好，增长潜力大家都可预期，对吧？它IPO 第一天涨100%，这个我们能理解，因为它的确是非常非常著名。但是像这种中概的Airbnb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对，但是 Airbnb 呢，它是 IPO direct listing， 它是直接像 Spotify 一样，它是直接就不认购了。对，它不认购，所以就是你要了解一下IPO 的美股，它都有不同的这种上市模式。如果是 direct listing， 例如 Palantir，一般很多人还挺看好这种做 AI 的大数据的企业，就我自己也有，但是我自己刚开始买 Palantir， 我的成本很低，因为它是 direct listing， 机构跟我的买入成本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发现索罗斯的基金它加仓了以后，它的购买成本比我刚开始买的成本还要高，那是因为它是 direct listing， 它没有打折给这种大的批发商去承销，你可以这么想象。但是呢，中概股的 IPO 模式大部分就是他要找那种有中国资本的那些承销商，然后这些承销商包括这种 broker 的话，它有一些就专门的这种打新平台，你知道在国内能炒美股的人都是人民币至少几百万的人才敢去玩这个，对吧？所以他们的资本量还有大，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第一天会把 IPO 的股价抬得很高，第二天立刻抛，或者1周内立刻抛，因为见好就收。所以中概股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先观察，不要急，肯定是刚开始要经历一个过山车的波动，它才会恢复到能买入的价位。我真的是觉得是认知范围，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少关注中国那一边的行情，比如说哔哩哔哩，我觉得我看 YouTube 对吧，我很少看哔哩哔哩，但是有一些我认识的妈妈，她会告诉我说，我觉得哔哩哔哩很好啊，我在这边教孩子中文辅导课什么的，我要去哔哩哔哩找课程资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认知点，就是我通过跟别人的交流了解了他们对这个股的看法。中概股的话，我建议就是你自己能理解的模式，是你自己认同的这种商业模式。比如说拼多多我有，因为我觉得它挖掘的那个下沉市场的确是淘宝京东没有覆盖的市场。当时尽管他们说PDD 卖假货什么的，然后我个人并不是 PDD 的用户，但是我能理解它覆盖的市场在中国是多么的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中概股的话也不能一棒子打死，但是如果是超妖的股，我建议就是真的是赌博，你可以放几百块钱，就是你能承受它归零，你就把这几百块钱放进去，归零以后你补仓的话，就证明你对这个股还有信心的，那就值得中线持有。你有和刚刚说的一行，其实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仓位，有点类似于赌博的方式在购买。对，所以我说不能后悔错过了哪一只股，因为我觉得错过了哪一只股是你当时的决策和认知范围决定的。幸运的是你们已经是及时的去做好止损，所以总体上你的组合没有亏损。就我觉得对亏损的态度就是，如果我自己现实生活中需要的现金流是不能影响的，但是如果这笔资金我可以闲置的，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时间的朋友。访谈还未结束，下半段我们会聊到木头姐 Cassie Wood 和她的 ARK ETF。对了，财姑娘自己也有个频道，分享硬核理财知识，我们会把链接加在描述里，记得去看看哦。我们下周五不见不散。